有个伟人就曾经说过，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相信这段时间最火的就是 DeepSeek 了，它就像鲶鱼一样，搅和了开源与闭源这滩原本看似平静的水，让百度、OpenAI 一众大佬都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百度就宣布即将对其文心一言模型进行开源。那曾经闭源的拥护者，现在也纷纷的转向了开源阵营。DeepSeek 为什么受大家如此的关注呢？那这个问题就要讲讲它的训练方式了。大家都知道 ，DeepSeek 训练出了一个超大模型，就是大家提到过的那个买血版的671B。它之所以这么有名气，那背后自研的模型起了很大的作用。那 DeepSeek 呢，没有采用行业里面最常见的 Transformer 的架构，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为了省钱，其实没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综合考虑诸多因素后做出的决定。那 Transformer 呢，采用的是自注意力的机制，在处理长序列或者是模型参数特别大的时候呢，计算起来是非常的困难，对算力和显存的要求呢特别高。你看国外的一些模型训练的时候呢，动不动就需要1万张、10万张 GPU， 就是因为它采用的这个架构对计算资源的要求特别大。那 DeepSeek 呢，用的是自家研发的 MOE 的架构，也就是经常提到过的混合专家架构。那这个架构呢，就有一个好处，无论是在推理的阶段，还是在训练阶段，它不会用到所有的参数，只会激活一小部分的参数，大概只有5%到10%的参数量。那什么是 MOE 呢？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要组建一个团队来完成各种不同类型的任务，那这个团队里面呢，就有不同专长的人，比如呢，有的人就擅长数学计算，有的人呢就擅长语言翻译，有的人呢就擅长绘画设计。那混合专家架构呢，就像这么一个团队，那团队里面呢就会有一个分配员，他会分析这个任务的特点，然后呢决定把这个任务呢交给哪个专家或者哪几个最合适的专家去做。那比如数学问题，他就会交给擅长数学的专家；那语言类的问题呢，就会交给擅长语言类的专家，而不是像传统的 Transformer 那样，他不管什么任务都让所有人一起上，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那这就意味着可以用更少的计算资源达到更好的效果，那减少了对算力的浪费。虽然买血版的参数规模达到了671B，但是每个 token 激活的参数量呢只有37B， 就好像你公司里面虽然可以调动671个员工，但是每次干活只需要37个人就够了。所以呢，哪怕部署买血版的671B， 那成本呢也明显的降低了。那老外要花1个亿才能完成的事情，你可能只要500万就做到了，而且呢做的还比他们都好。那这就是 DeepSeek 的魅力所在。不过大家除了听说过买血版671B 之外，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小模型，像 1.5B、7B、8B、14B、32B、70B。那这些小模型都是做什么用的呢？它们跟671B 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训练一个大模型往往需要处理海量的文本数据，那这样呢才能处理各个领域复杂的自然语言处理任务。那比如深度的推理、多人对话，但这并不是所有场景都需要用到这么大的模型来处理。所以呢，这些小的场景就会生成一些小的模型来减少计算和存储的需求，同时呢，尽量的保持和接近跟原模型同样的性能。那一般来说，将大模型转化成小模型呢，主要通过2种途径：蒸馏与量化。 Let's talk about DeepSeek. Stemming from growing fears around a technique that could upend the AI leaderboard. A technique called distillation. Distillation. Their work is being distilled. 那模型蒸馏呢，就是将大模型的核心知识迁移到小模型的技术。那学生模型呢，在学习教室模型的输出结果的基础上进行训练，既能保证大模型的核心知识，又能显著减少参数数量。你看 DeepSeek 这些小模型的全称里面会出现 DeepSeek， 还有阿里的通义千问，还有 Meta 的 Llama 这些字样。那蒸馏技术呢，实际上是基于某个开源的模型，然后用 DeepSeek R1生成的样本数据进行微调。比如 70B 的模型，就是在 DeepSeek 671B 的推理后的输出结果上作为样本数据，然后在 Llama 的相关版本上进行微调，这才达到了媲美 GPT 相关版本的效果。那 14B、32B 就是在阿里通义千问的模型上蒸馏后的模型。那为什么 DeepSeek 会涉及到千问和 Llama 呢？因为通义千问的架构在中文理解和生成方面表现突出，而 Llama 呢在英文的任务上表现出色。
当然了，选择什么样参数级别的模型，大家可以看这张图，从14B 开始，那模型的推理能力就比较接近了，32B 以上基本上就可以作为企业级应用覆盖整个公司了。那32B 和70B 的性能表现可以说是难分伯仲。那现在大家知道怎么进行 DeepSeek 模型的选型了吧？那模型的量化呢，就是通过将模型的参数和计算从高精度的模式转换成低精度的模式，来减少模型的计算和存储的需求。所以呢，你会看到671B 虽然它不是真流模型，但是它支持 INT4 或者 INT8这些量化格式。那作为满血版的671B，那 DeepSeek 呢又有 V3 和 R1 两个版本。那我们先说说它们的区别啊。当你在官网上点击这个深度思考按钮的时候，它其实是使用 R1 这个版本来回答问题。那从相关的测试数据里面可以看到 ，R1 的671B 在各方面能力都超过了 V3。那实际上 R1 是在 V3 的基础上采用强化学习进行后训练的成果。那主要呢是提升了 R1 模型的推理能力。那既然有多种不同参数的模型，那么它对设备性能有什么要求呢？下面呢我就挨个说一下基本的要求，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硬件的选型和配置。那 1.5B 的模型呢，基本上不用太担心设备的性能，现在一般的机器就能够运行，那仅仅依靠 CPU 的性能就可以了。那如果非要把这些推理任务放在 GPU 上呢，那1G 的显存的 GPU 就可以满足要求了。那 7B 以上的模型呢，就需要安装独立的 GPU 或者显卡了。那理论上呢，显存超过模型大小就可以运行了。那2倍于模型大小的显存呢，就是更好了。那 7B 的模型需要1张 GPU 就可以了，我们还是建议使用20G 显存以上的 GPU。那 14B 的模型呢，推荐安装40G 以上的显存的 GPU。那 32B 的模型呢，就开始需要2张 GPU 卡了，推荐的显存呢，最好是在80G 以上。70B 的模型推荐使用4张 GPU， 显存呢最好在180G 以上。那满血版671B 的模型呢，就需要8卡的 GPU 服务器了，理论上440G 显存就可以运行。但是如果考虑到多用户并发，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购买8卡 NVLink H20的服务器。那单颗 GPU 的显存可以是96G， 也可以是141G。那在内存方面呢，内存容量尽量的超过显存的1.5倍。那 CPU 的选择上呢，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它由于算力呢主要集中在 GPU 上，那选择支持 PCIe 4.0 以上的 CPU 就可以了。当然，你还是要结合内存支持的上限来选择合适的 CPU。那硬盘方面呢，尽量还是选择 NVMe 的固态硬盘，毕竟要快速的将模型加载到 GPU 里面，还是需要用到英伟达的 GDS 的技术。当然了，这就需要根据你实际的并发的用户数量，是否需要多台组网，以及要接入的具体的应用这些情况来考虑实际的配置了。这就可能需要单独的讨论了，一事一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对于模型的安装，网上呢已经有很多视频教材可以教大家如何的安装模型了。那如果是单机本地化的部署呢，可以使用 AnyLLM、Launcher、Ollama、LM Studio 这4种本地软件来安装加载模型。那操作呢简单直接，安装好图形化界面之后，下载模型加载就可以直接使用了。那如果是集群部署呢，虽然支持多种的部署方式，但我们还是推荐使用 SGLang 的部署。那据说 DeepSeek 自身就是通过 SGLang 的部署来组建集群的。它不仅支持英伟达的 GPU，AMD 的 GPU 也是支持的，并且呢，它还能够充分发挥出硬件的性能。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服务器厂商推出了 DeepSeek 的一体机，大家可以做到开箱即用，甚至还有推出支持国产的 GPU、CPU、CDU、LPU 的方案和产品。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些产品和方案，为大家提供更多的硬件选择。好了。虽然讲了这么多，但是这些内容呢，还只是让大家能够初步的使用 DeepSeek。那就像这个视频内容介绍的一样，目前 AI 还是处于早期阶段，远远谈不上成熟。但这对于从业者来说，是一条未来可以长期发展的事业线。只要长期坚持，就不用担心因环境的突变而无事可做。有个伟人就曾经说过，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以前我们在讨论方案的时候，最核心的工作就是选型，比如服务器、网络、存储，需要用什么品牌，用哪个型号，才更适合我们当前的业务以及未来的扩展。而现在呢，大家都在问 DeepSeek 能不能接入到这个应用、那个应用，能不能做个新的智能体，哪些业务流程能够结合 AI 做创新。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挨个的了解新模型的特点、技术特性
和适用场景，然后再结合业务系统进行选型。不知道现在找个素人班来学习还来不来得及啊？我相信我们以后会制作更多关于 DeepSeek 的视频，包括国产硬件的支持情况、AI 一体机的使用情况、同构和异构算力的集群组网，比如 GPU 的集群加 CPU 的集群，还有 AI 模型的应用接入对接，以及更多的实际案例给大家做参考。当然，如果大家手上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应用方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和探讨。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